各位大家下午好，我又来更新视频了，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张专辑呢，同样也是来自黑帝。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因为我这边黑帝的专辑比较全，然后我就打算，一张一张跟大家都讲一讲。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专辑呢是这一张，F sharp A sharp Infinity 这张专辑呢是黑帝在1997年然后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他们最早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只有黑胶，然后具体情况呢我跟大家仔细讲一讲。1997年他们这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属于一种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吧。当时在1995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是吉他手Presente，然后和他的朋友搬进了蒙特利尔的一个阁楼里头。在1995年之前，1994年到95年之间，他们的这个乐队成员还处于一个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变动的时期。95年的时候，他们的乐队成员基本上处于15人左右。然后在发行这张专辑的前后，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里，然后 Presente 是吉他手，然后把他们的这个乐队成员基本上缩减在了10个人左右，10个人、11个人左右。然后在这个阁楼里面正式创作并且录音了这张名叫《F Sharp A Sharp Infinity》的专辑。哎呦，不好意思，拿到侧面去了，是这样的。然后它是厂牌呢，也还是一样的，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星座唱片 Constellation Records 出的。然后这张黑胶呢是当时最初的版本呢只有500张，然后是 Constellation 星座唱片出的第3张黑胶唱片。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黑胶的版本和这个之后发行的这个 CD 版本也有一部分的区别。至于这个区别在哪里，我后面继续咱们放到后面继续接着讲。首先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张专辑的曲目，曲目就包括了这个有2首，就是最初的这个版本里面有2首是Nervous Sad Poor和 Bleak Uncertain Beautiful。然后这2首曲目呢，就基本上有大概45分钟、47分钟左右。然后这张专辑的就是比较吸引我的点在于，它是，嗯，因为我接触黑胶的这个时间也不算很久，但是我现在手边有大概10张黑胶，然后里面有1/3都是黑帝的作品，因为他们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唱片设计，因为我之前上一期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Constellation Records 的这个主理人，就是他这个厂牌的主理人，他对于呃乐队，尤其是黑帝这个乐队的政治倾向，呃，他是知道，但是他不发表意见，他持这种保留意见。然后呢，他也不反对，也不支持在黑帝在他们的这个专辑里面用器乐的形式，然后用器乐和投放这个 projection 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战争的一些厌恶和反对。然后呢，Constellation Records 他们属于是和黑帝是比较这个相契合，就是黑帝他们本身在早期的时候呢，也是不太愿意去和一些比较主流的音乐厂牌去
去合作的。就比如说Cranky 都是后面的事情，Cranky 是他们自己，Cranky 是就是这张专辑《F Sharp A Sharp Infinity》发行之后，就是最初的黑胶版本500张发行之后，Cranky 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去和黑帝去谈一谈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个问题。黑帝当时就是根据那个 Efren Manuk 自己的话来说，他自己是不愿意的，就是他们不太擅长，就是和比较大的主流厂牌来进行合作，因为他们一般就是在94年他们出了那一张，这个叫《All Lights Fucked on the Here We Am Drooling》这张他们自己录的33张的这个卡带专辑之后，一直到那个《Lift Your Skinny Face Like a Tennis to Heaven》00年这张专辑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 Cranky 找过黑帝，但黑帝当时还是，就按那个埃弗尔门纽克自己的话来讲，还是不是很乐意。但也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后面的这个 CD 发行，导致了这个黑帝对 Cranky 还是有一点成见，因为听过这张原本红色封面黑胶专辑的大家都知道，这张专辑原本是2首曲子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一张专辑的2首曲子，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整体，就是黑帝用这一整段40分钟长的时间里面，他们表达了一个概念，但是变成 CD 发行的时候去发给 Cranky 当时为了方便发行，就把他们的这个2首曲目，我刚才说的这个《A Nervous Sad Poor》和《Bleak Uncertain》和《Beautiful》这2首曲目，他们分割成了三首曲子吧。当时黑帝不乐意，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把这个曲子分割开来的，他们认为 Cranky 这么做是就是违背了他们乐队的初心，然后跟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个想法也会出现一些分歧。但怎么说呢？这张专辑还是在我个人心目中，这张专辑是黑帝在这个《Lift Your Skinny Face Like a Tennis to Heaven》这张专辑之前的集大成之作。在00年之前，后摇后摇滚刚出现没多久的时候，这张专辑就像深水炸弹一样，就不管是黑胶的版本还是CD 的版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再接下来呢，我想要讲一下的是这张专辑的这个就是黑胶这个版本的一些内容物。因为是这样，当时我是从一个我是查了一些资料，然后他当时跟我讲了说这个乐队在Constellation Records 厂牌旗下发的最早期的500张唱片的这个内容物，和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一张其实是Constellation Records 在2018年的一个再版，但它的这些内容物呢，我可以跟大家大概讲一讲，包括了一张，包括了一张黑胶唱片，这是一张单黑胶的唱片，然后这里面还有的是，对，这个封面它也是这张照片它是贴上去的，然后就是蒙特利尔当地的这个摄影艺术家拍的，一共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火车铁轨，第2个版本呢是水塔，然后第3个版本呢是路标。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呢是 c r o n k y 在发布这张黑胶唱片的 CD 版本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使用了路标那张照片作为 CD 版本的封面。然后呢，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包括了一些什么东西。哦，这个呢就是2018年这个重置的这个版本的再版里面的一个独占的这么一个 Constellation Records 旗下的一个厂牌宣传页，这应该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再版独占。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有一张火车的图片。这张火车的图片呢，我查了一些资料，然后这个资料呢我看到他写的是这张图片呢是一张专门为蓝调音乐家 Reverend Gary Davis 设计的丝面印刷照片。这张照片是印刷照片，然后我稍微放的近一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在这个火车上面写了这个艺术家的名字，这是一个诗人，这是一个蒙特利尔的诗人。然后还有其他的内容呢其他的东西这有一个信封，这个信封里面包括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了一张，哎呦，这是一个，包括了一张传单，然后包括了一张这个介绍这张专辑的卡片，然后大家也能看得到，这有一个哎，哦，在这儿，这有一个锤子，这个锤子呢，就是日后黑帝在现场经常会使用的，在屏幕上会放的那么一个背景，就是一把锤子，然后上面写的 Hope Hope。其他的内容物还包括了一张旧的传单，这是一个导弹，旧的传单。然后还有其他的内容是 Ephraim Manuk 绘制的一张毁坏机器的图片。现在我跟你们展示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97年 Constellation Records 最早期发的500张专辑里面所包括的东西。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东西居然被我放在最后了。这个东西，这是一枚加拿大便士。然后根据 Ephraim Manuk 的意思呢，它是被放在火车铁轨上，然后被经过的火车压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关于 F sharp A sharp Infinity 的这个 CD 版本的情况。CD 版本呢，我就先不跟大家展示了，因为我没有买到，就是我没有买到这张专辑，说实话，就是我是自己在 CD 上刻录了一份这张专辑，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这个CD 的这张专辑呢，就是 Cronky 发行的。Cronky 当时找到了黑帝，说我们要发行这张专辑，Cronky 当时也没有跟黑帝去商量，他们就自作主张的把这张专辑里面的2首曲子分割成了3首，分别是 The Dead Flag Blues。这首歌可以看作是这呃呃 CD 版本这张专辑的 intro，就是开场曲。然后第2首被分割成了这个 East Hastings。East Hastings 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条街道的名称。
然后这首曲子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惊变28天》这部片子。他《惊变28天》这片子的导演呢，也是他叫 Danny Boyle，他也是后摇滚的死忠粉丝。然后呢，他当时看到了黑帝出了这首歌之后呢，他也就名正言顺的吧，我们就这么说，名正言顺的把这首曲子用在了这个惊变28天的这个背景音乐里面。然后最后一首呢就比较有意思了，我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黑胶版本呢是有2首歌，这2首歌加起来一共有40多分钟，将近50分钟。但是被 Cronky 这么一分割，CD 的版本最后一首歌就变得非常长。最后一首歌叫 Providence，这首歌就长的，嗯，我虽然之前听过很多很长很长的后摇滚，十几分钟、20分钟的我都听过，但这首歌它有29分钟长，29分钟，它它更像是它更像是大杂烩，因为我之前听过那个，黑帝94年出的那一份磁带，94年他们出的那一份磁带，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场，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摇滚、民谣、爵士、采样、噪音，各种东西他们都有。但是在这首曲子里面，30分钟、29分钟、30分钟的曲子，前半部分很传统，说实话，真的很传统，就是和你在那个时期看到的一些后摇滚乐队所做出来的作品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94年的那张磁带，就奠定了他们黑帝他们这个擅长使用这个采样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会把大量像什么新闻采样呀，像什么采访的采样，还有包括像什么商店广播的采样等等一系列大量的东西，不管是有没有用，有和这个曲子相不相符合之类的这种情况，他们都不考虑。就在我的想法里面，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为了去烘托氛围，然后他们又和传统的后摇滚乐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把一些呃采样融合在曲子里面，然后或者是引出这个曲子去让听众有一个画面感。但是说实话，因为曲子太长，按道理我们一般听到的就是比较长的后摇滚，呃，它一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主歌，有一个副歌，有一个高潮，然后再慢慢落下来那一种。但是这么长的曲子，就是我听了这么多遍之后，我也只发现它好像真的只有一个高潮，就是前面的十几分钟就为了这一个高潮在做铺垫。这个高潮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落下来之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落下来之后，它就它尾段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大家去那个 Discogs 上去查一下，就是这张专辑的 CD 版本里面有它的那个曲目列表里面，它有分割线，但那个分割的曲目里面包括了一个括号，那个括号里面的内容是 No Audio，有3分35秒那么长，它就说明这3分35秒完全是沉默。我也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理解黑帝为什么会这么去做，直到后来我看了一个朋友写的文章，他说2013年的时候，黑帝来这个上海的万代南梦宫来第一次来中国来演出，
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的一些乐迷们都已经，知道黑帝有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听过他们在现场演出是什么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习惯啊，或者是有什么和其他乐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看他在那一篇文章里面写说，嗯，2013年黑帝去万代南梦宫的那个浅水湾那边去演出，去那边演出之后，嗯，他们没有报幕，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摆好乐器，摆好凳子，各种乐器放好，灯关掉，人上场，一句话都没有说，直接开始演，动辄十几分钟、20分钟一直在演，然后后面的那个屏幕上放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采样的材料，就是不管是图片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面写的 hope 希望的那个锤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闪动的东西，整场1个半小时就那么演，然后也不也没有中间的什么 talking 环节啊，也不会跟你互动呀，各种各样都不会有，他们只是演，演完了之后也不接受采访，也没有签售，也没有各种各样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演完之后收拾乐器，把凳子什么都摆好，下台就结束了。我当时看完这篇文章，他这么描述之后，我才明白黑帝为什么就是他们早期有些东西是非常有噪音的那么一个元素在里面，但是我刚开始在看完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前，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把噪音和沉默放在一起。我现在看完这篇文章，我好像自己懂了一点。他们不喜欢战争，对吧？那保持沉默，黑帝在早期可不是沉，黑帝在早期可不擅长保持沉默。然后到后来，你听他们的音乐，就是从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噪音很强的东西，到后面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有规律之后，你就会发现，黑帝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的乐队。他们只不过是不会去用人声去直白的表达这些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 Constellation Records 的主理人，他们对黑帝的出品就是不加干涉，完全不加干涉。这也就是我非常怎么说，就是非常敬佩他们的一点吧。就是在后期的专辑里面，他们也会有这种，用器乐表达出这种人道主义关怀。这个呢，咱们就，下次再出一期视频，我们继续接着讲。然后说一下下期我会讲的一张专辑吧，是2002年的烟葵 UXO，然后就烦请大家期待。然后那这期就这样，谢谢大家，那再见。